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兰香如故预约破300万，谭松韵刘学义上演极致宿命虐恋。沈佳兰被按进那口薄皮棺材里的时候，整个人还是懵的。白天她刚在绣楼里跟林锦琪交换了庚帖，晚上祖父就被锦衣卫拖走了，罪名是谋逆，满门抄斩，一个不留。他记得许嬷嬷的手抖得厉害，往他脸上涂锅灰时说：“小姐，委屈您了，林家那门亲事咱们攀不上了，以后您就叫许兰香，是我那个病死的闺女。所以您说这事儿荒不荒唐？一个大学士府的嫡长孙女，转天就成了3等丫鬟，而那个跟他订过婚的林家大少爷，转头就娶了赵家小姐，连个磕巴都没打。”但最绝的是，这个故事到这儿才刚刚开头，谁也没想到这个顶着丫鬟壳子的真千金，居然能在林府掀起浪来，最后还反手把林锦琪那个冷面阎王给收了。咱们今天就唠唠《兰香如故》这部戏。8月2号，人家正式开启播前招商了，腾讯视频全网独播，就定在9月左右，站内预约量已经破了300万。谭松韵这次可真是要玩把大的，一人分饰2角，一个是云端上长大的沈佳兰，穿着织金缎的裙子，笑起来眼睛里都是光；另一个是死里逃生的许兰香，低眉顺眼的跪在地上擦的指甲缝里全是泥。您别以为就是换身衣裳那么简单，她还得靠仪态区分人。跪女的时候下巴微微扬着，肩颈绷得笔直，转身时裙摆带风。等成了丫鬟，整个人就缩着脖子含着胸，走路像猫一样贴着墙根。预告片里有个镜头特吓人，她跪在雪地里给主子捧痰盂，眼神却是冷的，那种隐忍底下藏着刀子的劲儿，看得人起鸡皮疙瘩。她原声台词也好，中气十足的大家闺秀腔调，转成丫鬟以后就变得黏糊含糊，说话带着3分惬意。您说这要不拿放大镜看，真会以为是换了个人。刘学义演的林锦琪那可是个狠角色，少年时鲜衣怒马，骑着高头大马从长街尽头冲过来，跟沈佳兰隔着人海对上目光，嘴角挂着一丝笑，活脱脱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。可后来家族一遭变故，他就变得冷厉深沉，整日穿着墨色大氅，眼神扫过去像刮刀子。最要命的是他那些微表情的小设计，有个镜头是家族逼他退婚那晚，他眼眶泛红，硬是不让眼泪掉下来，转身时睫毛上沾着一点水光。听说他还在片场自己设计了血泪入眼的戏，我当时看完花絮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是真敢往眼睛里滴东西啊！剧情线就更有意思了。许兰香刚进林府的时候，每天就是扫院子、烧热水，给大丫鬟端洗脚水。她还得藏着掖着自己识文断字的本事，因为正经小姐才读书，可架不住脑袋瓜子聪明。比如账房做假账，他随便瞄一眼就能看出来错在哪。夫人房里丢了一只簪子，他顺着猫毛上的金粉就找到了真凶。林锦琪一开始觉得这丫鬟邪性，一个粗使丫头怎么每次都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恰巧出现，递茶的时辰准得跟算过命似的。后来他故意试探他，拿一本磨损的《论语》丢给他，让他抄一页纸，结果这姑娘硬是左手拿着毛笔，歪歪扭扭地画了2行蚯蚓字，末了还一脸无辜地抬头看他。他那会儿就知道这女子藏得太深了。但要说最戳我的还是那个退婚。林锦琪为保全家族利益，当众撕了婚书，回府的路上却吐了血。他说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婚事做不了主，可没想过真到了那一天，胸口会疼得像被人剜了一块肉。后来他隔着一道屏风，听见许兰香被2小姐罚跪，膝盖磕在碎瓷片上。
他就站在屏风后边攥着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里，愣是一声没吭。他想着，我要是现在冲出去护着他，他就会被那些婆子们嚼舌根嚼死。您说他这是深情还是窝囊？哎呀，这事儿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。反正后面还有抢婚的戏码，听说他直接骑着马横在花轿前面，手里拎着一把刀，劈开轿帘就问新娘跟不跟他走。那会儿他娶的是赵家小姐，正妻的名分都定下了。不过赵兴堂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正和惠子演的白切黑类型，看着温温柔柔的，背后能给你下3尺深的绊子。李梦演的杜翠雀就更阴了，专门在主子跟前上眼药，动不动就来一句兰香姐姐的衣裳怎么比我还鲜亮。对了，还有牛俊峰演的许家表哥，叶青演的林府庶女，贺鹏演的纨绔子弟，郭柯宇演的当家主母，这么一大家子人挤在一个园子里，那真是每天都有800个新颜子在飞。制作方面倒是挺舍得下本的。桐华操刀剧本，您要知道他之前那些作品，从来不为虐而虐，每个局都环环相扣。导演黄颖香是拍群像戏出身的，镜头里永远有第2层信息，比如前景2个人在说话，后景的丫鬟正在交换眼色，这细节您的暂停了才能看清。布景方面请了古建筑专家来复刻明代园林，连廊上火漆描金的纹样都是用传统工艺做的，服装上更是用了苏州缂丝和缂绒绣，一针一线都是非遗手艺撑着的。预告片里有场下雨的戏，光打在青石板上，水滴顺着屋檐滑落。沈佳兰站在窗前，手边是一盏快要灭的灯，那个画面美得我当场截了图，确实有电影质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剧从40集砍到31集，砍掉了整整9集的内容。您说编剧的是多大的胆子才敢这么动刀？原来支线的人物肯定被减了不少，但好处就是节奏肯定更快了。按照现在观众的习惯，婆妈注水戏根本没人要看，砍到31集反而能保证每一场戏都是有效剧情。对了，还有个特别戳我的设定，就是许兰香这个名字，她顶着死人的名号活下来，每天别人唤她一声，她就要应一声，可她自己知道她姓沈。有一场戏是她在井边洗衣服，水里倒映出自己的脸，她伸手撩了一下水面，波纹荡开的时候，她喃喃了一句：“这脸还是沈家的脸。”镜头特写她的眼睛，那一下真的就让人明白了什么叫破碎感。李梦就不提了，反正她这种恶女专业户演起杜翠雀来，我是放心的。陈创和侯长荣这2员老将也在，虽然不知道戏份有多少，但只要有他们在，愣是能给剧增加3分江湖气。叶青演的那个庶女算是个清醒角色，眼看要跟许兰香结成同盟的姿态，但又留着一个心眼，总觉得她最后会反水。您要是问我这剧到底哪里最让人上头，我的说是那种宿命感。林锦琪明明可以强娶了许兰香，可她偏不，她非得让她自己一步步从3等丫鬟爬到1等，再爬到管事娘子，最后成为当家的主母。她说我要让整个林府的人都知道，她不是靠我的宠爱站起来的，她是靠自己的本事踩碎那层阶层的。所以咱们回头再看那300万的预约量，还真不是花钱刷出来的数据。您光看预告片里谭松韵跪在地上擦地板的身段，还有刘学义红着眼眶说退婚那2秒的微表情，就知道这剧的质感放在哪儿了。至于后面宅斗的具体局怎么设，许兰香跟赵兴堂怎么明争暗斗，林锦琪会不会真跟赵家撕破脸，哎呀，剧本还没播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一件事，当许兰香最后坐上了主母的位置，她心里那个死去的沈佳兰，会不会在某个月夜里走出来问一句：“你把我丢掉了吗？”
一个人真的能彻底换上另一副面孔活下去吗？